2025年9月，印度航母维克兰特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原因自然不是因为它的战斗力，而是因为它在试航中冒出的浓浓黑烟。这一幕仿佛成了印度军工现实的隐喻，雄心勃勃却步履蹒跚。就在维克兰特号黑烟未散之际，印度政府高调发布了未来15年国防与航天计划，核航母、电子弹射、载人航天、空间站，甚至载人登月，一副超级大国蓝图跃然纸上。但问题来了，一个连常规航母都造得磕磕绊绊的国家，真的能在15年内完成从黑烟到核动电磁的跨越吗？2025年，印度国防部一纸蓝皮书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关注，只因印度政府提出将建造首艘国产核动力航母维沙尔号。计划中，这艘航母满载排水量预计达到 6.5 万吨，能够搭载更多的舰载机和作战装备。更为瞩目的是，其动力系统采用国产核反应堆，这将为航母提供几乎无限的续航能力，使其能够在远离本土的海域长时间执行任务。此外，印度海军还计划为维沙尔号航母配备5代舰载机、更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反潜直升机和无人机等装备，构建起完整的航母作战体系。在舰载机起飞方式上，印度国防部也有着极具野心的计划，在核航母上搭载电磁弹射系统，实现舰载机的弹射起飞。印度在电磁弹射系统的研发方面已有所布局，相关实验室正致力于攻克电磁弹射的核心技术难题，如电磁发射器的设计与制造、高功率脉冲电源的研发、弹射控制系统的开发等。此外，印度还计划从美国引进2套 EMALS 用于测试和评估，同时在国内建立电磁弹射试验基地，开展舰载机的弹射试验，积累相关数据和经验，为后续国产电磁弹射系统的上舰应用奠定基础。在国产航母上个月还冒黑烟的情况下，就敢对核动弹射航母产生宏伟构想，印度国防部的乐观与自信不得不让人叹服。但这份新出炉的计划中，最令人惊讶的还要数印度计划开启对太空探索的新纪元。印度的载人航天计划加甘扬由来已久，这才将印度宇航员送入太空，实现印度在载人航天领域的突破。该计划由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导，规划在2027年将3名宇航员送入400公里轨道，停留3天。为此，印度已完成4名宇航员的选拔工作，他们均为空军试飞员，具备丰富的飞行经验和出色的身体素质，并赴俄罗斯接受了为期13个月的专业训练，学习载人航天飞行所需的各项技能和知识，为执行太空任务做好准备。除了加甘扬计划，印度甚至还着眼于更长远的太空探索目标，计划建设印度空间站和实现载人登月。预想中，印度空间站会在2035年落地，设想中将具备在轨长期驻留和开展科学实验的能力，为印度宇航员提供一个在太空中的家。载人登月任务则在2040年实施，届时印度将发射载人飞船前往月球，开展月球表面探测和科学研究活动。单从蓝图构想看，印度国防部提出的这一揽子大国计划的确很吸引人，但问题的关键是，印度真的能实现吗？印度为2040年画出的那张核航母加电磁弹射加空间站蓝图，在纸面上绚丽夺目，可只要把时间轴拉回今天，就会发现大多数关键节点仍停留在模型、意向书或试验室阶段。过去10年，印度确实把有和没有的鸿沟填成了有和能用的落差，但距离好用、量产、体系作战仍有漫长距离。以航母与舰载机为例，印度口中的核动力航母甚至只存在于 PPT 上，舰载机也仍是混血。印度海军麾下如今坐拥2艘航母，但目前状况普遍不太好。维克拉玛蒂亚号2024年刚刚完成中期大修，动力和作战方面仍靠华跃加米格 29K 组合，舰载机连队编制24架，实际出勤率常年低于 50%。海军2023年向议会承认，可用机体只剩14架。维克兰特号国产航母于2022年9月交付，2025年初通过全舰作战测评，但据传17项关键设备未达设计值，低空目标捕获概率比标书低 12%， 而制拦阻装置制动余量不足，导致舰载机着舰重量被限制在21吨以内。2艘现役航母都没研究明白的情况下，印度又谈何发展核动力航母？2023年1月，印度国防部批准的维沙尔号初步方案仍停留在45000吨，常规动力华跃版本与2025年路线图中65000吨核动力电磁弹的维沙尔并非同一艘船。目前，船台开工尚未排期，科钦船厂表示至少2028年前无钢板切割计划。舰载机方面，2024年4月与法国签订的26架阵风 M 合同总价80亿美元，首机计划2027年交付，届时将替换米格 29K。换言之，2027年前，印度航母仍将以俄式华跃加法制舰载机为主。自研 TDBF 时间表被挤到2032年服役。
而印度自己研制的光辉海军型2020年刚刚完成滑跃起飞，拦阻着陆试验，但海军仍以推重比不足、着舰重量过低为由拒绝订货，仅保留技术验证用途。说白了，所谓的电磁弹射核航母压根就只停留在 PPT 上，毫无影踪的事儿，更别提难度更大的载人航天与卫星。早在2018年，印度便高调对全世界宣称将于2022年实现载人航天飞行。可直到今天，印度尚未开始舱段出样研制，连用于舱段运输的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也处于 PPT 阶段。与航母计划一样，印度的航天构想同样只存在于文字描述和图画演示阶段，因为摆在印度人面前的还有体制、技术、战略等一系列难题。把印度的航母、高轨卫星、载人飞船拆开来看，能发现它们并非倒在单项技术上，而是被几条彼此缠绕的硬绳索同时拴住。工业底盘太薄，供应链高度外置，部门博弈过深，试验资源稀缺，财政节奏受政治周期左右，这些结构性因素像一道道箍，把印度人的构想牢牢圈在纸面，任凭口号升级也难以形成工程闭环。首先从工业地盘来看，印度的高端材料与精密设备处于两头受限的尴尬情况。印度本国特殊钢年产量不足300万吨，仅占全球产能的 2%， 其中能满足航母甲板用 HSLA-115 级别驱强比指标的，只有印度钢铁公司一条试验线，月压制能力2000吨。维克兰特号飞行甲板分段因此不得不分批采购，周期被拉长到48个月。电磁弹射用的高脉冲储能模块需要纳米金软质材料，全球90%产能集中在中日两家。印度实验室2023年做出的样界能量密度比美方成品低 38%， 重量却高出1倍，无法装进舰体窄舱。更别提载人飞船防热大底依赖的防钛烧灼材料，本土企业只能烧制直径 0.8 米的小块，拼接缝隙超标，印度只能被迫向美方采购一整块 2.2 米直径的成品用于机船，导致单船成本抬升 24%。 其次，供应链难题始终卡着印度的脖子。印度造船厂习惯船壳国产，设备全球拼的模式，结果就是极易被外国卡住。航母拦阻装置来自俄罗斯，升降机变频系统来自芬兰，雷达 TR 组件来自以色列，通信密钥盒来自法国。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方把库兹涅佐夫号大修排在优先位，导致维克拉玛蒂亚号中期维护备件推迟9个月交付，直接压缩了印度2023年可部署航母窗口。同样 ，NASA 因沃尔夫条款限制向印度出口载人飞船逃逸塔火公平，印度只能转购欧洲同型舰，单价上涨 32%， 且交付排期被挪到2026年以后。更让印度头疼的是，如今国防财政也出了问题。印度国防预算采用年度滚动加5年框架，新政府上台后可对前任项目重新评估。2019年连任的莫迪政府砍掉前任 75I 常规潜艇计划，导致配套 AIP 系统研发经费同步蒸发，参与厂商把一半工程师转岗，技术延续性中断。2024年大选前，财政部为控制财政赤字，把航天预算增速从年均 15% 压缩到 6%。印度被迫把空间站舱段出样节点从2026年推迟到2028年。与此同时，卢比对美元汇率2022至2024年累计贬值 18%， 以美元计价的进口配套件瞬间贵了20%。航母用以色列雷达合同原值 5.5 亿美元，因汇率条款到岸支付，最终结算多支出近1亿美元，占据海军当年电子战预算的 12%。 如果连最基本的国防支出都受到限制，国防部所谓的核航母载人航天计划将彻底成为梦幻泡影。很多印度网友感到无比困惑，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说印度在未来30年间必然会超过中国，甚至印度还会加速超越中国，但为什么现实和宣传的差距会如此之大呢？其实这不仅仅是印度网友单方面的问题，同样也是很多人对中国和印度产生的错觉，这背后其实是西方各国针对中国布置的一道陷阱。那么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实力差距究竟有多大呢？媒体又为什么这么热衷于鼓吹印度与中国的实力对比现状呢？印度未来真的有可能在经济上超过中国吗？作为一个和中国一样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同时也作为金砖国家组织的成员国，印度的经济实力并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弱，甚至在近几十年来，印度的经济实力还取得了非常傲人的成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政府采取了非常积极的产业政策，通过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印度政府在本国民众的辛勤劳作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靠着这些积累下来的资本，印度开发出了属于自己的软件之城班加罗尔，同时也让古吉拉特邦、阿萨姆邦等地的发展成果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对象。这一切都让印度政府在国际社会上出尽了风头。
在2022年，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甚至还超过了他们原本的宗主国英国。这个结果经过媒体的报道，立刻就成为了一则震惊世界的消息，同时也让很多投资者看好印度经济的未来。谁也不能否认印度在这些年里所取得的发展成果，但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无法和中国相比。印度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足以让其和中国相比较的。在如今印度发展的道路上，来自中国的帮助和资本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来自中国的小米、一加等手机企业给印度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也深度影响了整个印度的手机和信息行业。对于中国帮助印度实现发展的现实，就连莫迪政府内部的一些官员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不仅是印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伙伴，中国还为印度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动力。未来印度想要继续发展，就不能不重视与中国之间的各种关系，甚至未来的印度政府还必须要想方设法引进中国企业的投资，而中国和印度必然会形成彼此依赖的经贸合作关系。根据国家媒体在7月26号发布的报道显示，印度财政部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曼近日向印度议会提交了2024版的经济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尼尔马拉·希塔拉曼明确表示，印度政府必须要想办法扩大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谁都不能否认的是，过去中国企业的投资的确是印度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虽然印度政府后来对一些中国企业露出了贪婪的獠牙，但这依然没有减少中国企业赴印度投资的热情。不管怎么说，印度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谁占领了这个市场，谁就拥有了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话语权，甚至会因此掌握应对未来经济变革的主动权。中国和印度之间本来应该是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关系，但在印度国内一些民族主义者和一些西方国家媒体的刻意操作之下，印度国内的一些民众逐渐产生了要与中国在经济领域一较高下的想法，甚至一些印度国内的精英人士也受到了这套理论的影响。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竞争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将民族主义的敌对情绪直接对准了中国。这使得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凭空增强了很多不稳定，也使得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彼此之间的对抗出现了部分动荡的局面。2023年，在印度国内某些人的怂恿之下，印度的商务部门宣布对中国企业小米发起调查，并对小米公司发起了有关洗钱的指控。最后，小米公司被印度政府冻结了一部分资金，并被印度政府开出了一张天价罚单。这则消息很快就在中印两国的经贸界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经济交流活动。直到今天，这次交集依然在对中印两国的商业间产生着巨大的负面影响。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还不忘了挑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并一味地鼓吹经济所谓的神话。印度经济有望在未来30年直接超越中国。当这样的声音逐渐占据了舆论场的上风之后，印度国内的一些人就对中印两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失去了理性判断的能力。这些人又进一步站出来，通过鼓噪舆论的方式影响中印两国的关系。万幸的是，印度国内始终有一种较为理性的学者和官员存在，他们看到了西方各国挑拨成功对立的舆论宣传手段，并竭尽全力地维护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发展与合作。时至今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历史发展和正义的一边。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积极因素，这一切都在帮助中印两国逐渐跳出西方各国设置的陷阱。多年以来，西方各国不断地试图将印度、越南这些与中国接壤并与中国维持着合作关系的国家描绘成中国的敌人，或是站在中国对立面的竞争对手，但其实中国和这些国家根本就不是对手。印度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已经证明，只有当中国和印度紧密团结在一起，并相互给予帮助和支持，中国和印度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发展成果。一旦两国开始激烈竞争，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挑动发展中国家不断内斗，的确是某些老牌西方帝国主义的惯用伎俩。通过挑动发展中国家相互内斗的方式，西方国家为自己争取到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拖慢了其他国家发展的脚步。这样的做法可谓是相当歹毒的，也是相当不负责任的。西方媒体不断宣传所谓印度超越中国的观点，甚至是对印度经济发展成果的一种捧杀。而且在发出了这种捧杀印度的声音之后，西方各国几乎不会给予印度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这种手段对于印度来说是相当恶毒的，也是相当危险的。倘若印度国内的所有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都相信了西方媒体的这些鬼话，那么印度经济将会彻底失去发展的可能性，从而使印度彻底沦为西方各国的经济附庸。未来的中国和印度完全没有必要去一较高下，两国作为人口超过10亿的发展中国家，都应该为这个世界贡献更多属于自己的智慧和能量。两国的经济事业也一定能够在两国人民的团结与努力之下，结出更多诱人的果实。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西方各国的阴谋，并积极地帮助中国和印度挣脱西方各国设置的舆论陷阱，重新回到友好合作的轨道中去。就在前不久，印度著名的媒体《印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称，未来印度的发展之路离不开中国。过去中印关系的动荡现实已经证明了一点，没有中国的印度是很难实现发展的。印度必须尽快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并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和无人驾驶等领域都拥有着西方国家无法比拟的实力和优势，印度也应该逐渐看清楚这一事实，并且主动拥抱中国，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印度作为南亚地区的大国和中国的重要邻国，在争取对华合作条件方面拥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许多优势。如果印度政府未来不能够有效地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将会引来更多灾难性的后果。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全球的控制力正在加速衰退，这一切都让印度国内的精英人士们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本国在国际博弈棋局中的立场和站位。目前，已经有一些印度的地方政府尝试着与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展开沟通，并就双方未来有可能达成合作的领域进行尝试性的接触。这对于中印两国来说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中国也不止一次地表达出我们愿意与印度方面就经济发展加强合作的态度。未来中国的前进和发展之路一样也需要印度的用心参与。只有当中国与印度实现了跨越宗教、跨越国家的这种合作，才会让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看到更多的希望。也只有中印两国才有资格代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发出属于他们的声音。中国终将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独特的发展理念。总有一天，全世界都会看清楚中国在和平发展历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与智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只有携手合作，才能让每一个国家都有机会拥抱更加光明的前景与未来。今天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不仅决定着未来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前进方向，也决定着无数人的权利与幸福。历史终将证明我们脚下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也一定会在正义的呐喊之中获得成功。